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家里阳台种香菜，如果遇到了叶子越长越少，茎秆越长越细，还没吃几次就开花变老的情况，我想告诉你，这太常见了。10个阳台种香菜的，有8个都会碰上这个烦心事。如果你种香菜也不太顺利的话，欢迎回复1，让我看看有多少同病相怜的朋友。为什么在封闭阳台里，香菜就这么容易夭折呢？有没有什么省心又有效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难题？当然有啦！今天我就分享一个万能的阴阳水，让你的香菜叶子油亮厚实，采收翻倍。不过在介绍这个阴阳水之前，咱们得先弄明白，阳台的香菜为什么这么不好养、不耐吃呢？其实香菜就跟人一样，住得不舒服就长不好。特别是阳台种菜的情况，夏天闷得像蒸笼，冬天不透风，盆土不是干得太快，就是湿得发闷，香菜的根在这种环境里根本喘不过气，根都长不好，上面的叶子怎么可能绿油油长得旺呢？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根，要想办法让土里的根感到舒服。那要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记住3个字：治、盼、调，应该能解决你90%的问题。接下来我就用简短的几分钟把这3个字给你说清楚。1. 水要治，根本才牢固。很多人种菜只关心要不要浇水，要不要施肥，其实想让菜长好，你浇的水对不对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。今天咱们要制的这个水不花1分钱，效果却是100分，它就是咖啡渣。你可别小看它，咖啡渣里含有大约2%的氮元素，还有磷、钾，是植物很喜欢的温和养分。更妙的是，用它制成的咖啡渣阴阳水能帮你疏松阳台容易板结的盆土，让根系能畅快呼吸。这杯水和澳门赌王打的几10万1针的续命针有同样的神奇功效。具体怎么制作呢？请准备一个大的塑料瓶，比如1.5升的矿泉水瓶，把你收集的干燥咖啡渣装到瓶子的1/3处，然后加清水，水不要加满，留一点缝隙。另外请记住，盖子不要拧紧，留一条缝让它透气。接着把这瓶宝贝放在家里阴凉通风的角落，比如阳台的墙角，让它静静地待上5到7天。时机成熟了，你会发现水变成了深茶色，这就是发酵好了。使用前最关键的一步是稀释，取上面清澈的液体，按1份原液对10份清水的比例混合，茶色的原液加入清水，一深一浅，一浓一稀，这样我们的咖啡渣阴阳水就做好了。有了这瓶水，已经成功了一半，接下来在恰当的时机正确使用后，就保证100%成功。2. 时要盼，效果才翻倍。阴阳水做好了，但什么时候用，怎么用，才是决定成败的钥匙。这里请你仔细听，因为要根据你家的花盆大小和不同季节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可不能一概而论。首先看花盆大小定用量，比如常见的直径15公分左右的盆，那么你每次用稀释好的液体15毫升就够了。其他容器的用量，用15公分的花盆做参考，同比减少或者增加就可以。宁少勿多，这是原则。其次看季节气候定节奏，在春季、秋季生长舒适的季节，可以每隔2周用一次阴阳水来替代普通的浇水，给它巩固一下营养。但是到了闷热潮湿的夏天，用法一定要变。夏天盆土干得慢，容易闷根，这时要把养护水稀释得更淡，建议按1:20的比例稀释，同时拉长使用间隔，1个月用一次就足够了。如果遇到连续高温暴雨天，甚至可以先暂停，以防万一。除此之外，不同的生长阶段，使用方法也是天差地别。第一种情况是刚种下去没几天，香菜开始发黄，看着还站着，其实已经在走下坡路的那种情况。这个阶段的香菜根系刚重新接触土壤，本来就处在半恢复状态。你如果这时候一着急上肥上营养液，它根本吃不消。正确的做法是用咖啡渣阴阳水沿着花盆边缘慢慢浇一圈，不要直接冲中间。3天一次，只在盆土表面明显变干的时候才浇。第二种情况是香菜活着，但长得慢，叶子细，颜色偏深，看着就没什么卖相。
这种状态十有八九是长期只浇水不补任何营养造成的慢性缺粮。但注意，这里不是要猛补，而是要轻轻补。咖啡渣阴阳水的作用就是补这一点点。用法一样，每7到10天一次，替代其中一次正常浇水。你会发现新长出来的叶子会比之前宽一点，颜色更亮一点，叶柄不再像牙签一样细。这不是运气好，是营养终于给对了。第3种情况是香菜刚剪完1茬，准备进入恢复期。很多人发现第1茬还能吃，第2茬明显变弱，第3茬基本就宣告结束。不是剪坏了，是恢复期没养好。剪完3天后，用一次咖啡渣阴阳水，然后再恢复正常浇水节奏。很多家庭会发现第2茬比原来更整齐，叶子也更有厚度。最后，最重要的是湿的咖啡渣不要直接埋进土里，容易发霉生虫。浓咖啡液不要直接用，太酸。如果你已经在用化肥，就不要再叠加。如果你现在阳台的香菜正发黄、细弱、剪不动，不妨试试这杯咖啡渣阴阳水。3. 土要调，后劲才充足。根养稳了，叶子长好了，我们还想让它一茬一茬收不完，不会很快开花变老。这最后一步的调就很重要。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每次采收之后的安抚。每一次采摘香菜叶，对它来说都是一次小损伤。很多朋友心急，摘完没过几天看新芽冒头了，又想去摘。这可不行，这会让它一直处于紧张恢复的状态，没力气去长更多新枝，反而会促使它觉得日子不好过，赶紧开花结籽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每一次采摘后都要给它一段完整的休养生息期。这个恢复期通常需要7到10天。怎么判断它休息好了呢？有2个明显的信号。第一，采摘处长出的新叶已经挺立、舒展，不再是畏畏缩缩的样子。第二，在植株的基部，你能看到有新的、独立的小芽开始萌发出来。只有看到这2个信号，才表示它已经元气满满，准备好进入下一轮生长了。这时我们才可以考虑再次采收。只要你把这最后一步的调做到位，前面用咖啡渣阴阳水养根的功夫，才能真正转化为一茬又一茬绿油油的收获。总结一下，想在阳台养好香菜，其实就是这3件事：先用发酵的咖啡渣阴阳水温和养根，改良土壤，再根据自家盆的大小和季节变化，判断好使用的量和节奏。最后，在每次采摘后，耐心调养，给它足够的恢复时间。这3步连起来做，你的香菜就能从弱不禁风变得生机勃勃。如果你也喜欢园艺、家庭养花的话，请一定给我点个赞，你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。也请把这个视频分享给同样喜欢在阳台种菜的朋友们。有任何养护问题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见。